好不好？6分钟带你了解中国台湾省农业。先说粮食，台湾省的粮食自给率按照他们自己的统计口径能够达到60%左右，但是按照国际通行的粮食自给率计算法则，怎么算都才2成。具体来说，台湾省水稻确实不赖，全省稻谷产量140万吨左右，自给率超过了100%，还有余力来出口。但是全省只有14万吨左右的玉米，总共才1万吨出头的各类杂粮，不到1万吨的小麦，100吨的高粱，可以说这些约等于没有吧。有网友说啊，就这些，光酿金门高粱酒都不够用吧？那肯定了，台湾最主要的小麦种植区还真是在金门，全都是用来酿酒的，还是不够啊。对啊，金门高粱酒是要用到小麦的啊。那么他们这所谓6成的粮食自给率又是咋算出来的呢？所谓的粮食自给率应该是需求量除产量，对吧？台湾省不，人家有2大很神奇的美颜算法，一个叫卡路里值算法，就是呢把台湾省自产的农产品能够提供的热量除以人们身体所需要的热量，就相当于什么呢？瓜子儿热量高，嗑瓜子儿就能对提高粮食自给率做出卓越贡献啊。另一个呢是本地与国际粮价平均折算法，就是本地粮食比进口的要贵2-3倍，算自给率的时候就可以加成来计算这就相当于5常大米贵啊，一个大汉一天本来要干5碗米饭，现在只要吃5常大米1碗就饱了嘿，这样子哦。那是不是台湾省人民就爱吃大米，不爱吃面条，所以就不种小麦呢？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作为热带亚热带地区的人们肯定是更爱吃大米，这没有疑问。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台湾省来了一些跑过来的新人之后，美国就要援助啊，美国爱吃小麦啊，所以援助的食物主要就是面粉。当年啊，台湾省的很多机构还费尽心思去宣传，改口味吧，小麦比水稻更健康。20世纪50年代，本地居民的大米和面食的消费比是高于10:1的，而现在已经接近1:1了。粮食不够吃咋办呢？进口。台湾省目前几乎所有的玉米、小麦、大豆都靠进口，进口的来源国，玉米主要是美国，小麦主要是美国，大豆主要是美国。为啥不能多种点呢？按理说呀，台湾省湿热的气候条件，这是农业圣体啊。不对，台湾省的水资源没有想象中那么丰富，它的降水确实多，但总是台风型降水。台风季的时候，哗啦啦啦啦，几个小时流走了，存不住。旱季的时候呢，当地某团体甚至还发起过上厕所不冲水运动。再是地，台湾省啊多为山地。台东呢有一小片狭长的平原，台北、台中有2块小盆地，真正的平原主要是台西的嘉南平原和台西南的屏东平原。台湾省全省的耕地面积只有不到1200万亩，放眼全中国的省份排在第26，而且远少于福建和宁夏。因为耕地不足导致的粮食问题啊，其实最早都可以追溯到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初了。郑成功鼓励开垦，并且承认开荒土地的合法性，终于让耕地面积达到了荷据时期的2倍以上。之后呢，又稳步增长，到1977年达到了峰值的1400万亩，随后又逐渐下滑至今。也就是说，台湾省的耕地吃干榨净，天花板也就是1400万亩了。在耕地资源如此紧缺的情况下，还守不住红线，有一些稻田居然还敢休耕，而不是轮作。为啥呀？因为台湾省高度复制了日本的农协模式，农协能够控制选票，于是就有讨要各类补贴和保护的筹码。休耕那是有补贴的，这也解释了为啥明明稻谷过剩，其他不足，但就是转不了种植结构，因为再过剩也有价格保护啊。还有进口源，小麦、玉米、大豆除了美国就没有其他价格更有竞争力的进口源了吗？不是，有一种少进口或不进口，那可能是怕没有关系的外人觉得它不孝。那要是仨都不进口，不就是有3了吗？再说蔬菜，很多科普信息都说台湾省蔬菜产业很强，确实，蔬菜是台湾省主要的外销农产品之一。但是近20年，台湾省蔬菜及其制品的出口量一路从10万吨下降到8万吨，同时进口量从30万吨一路飙升到了60万吨左右。看来蔬菜自己也不够吃啊，那出口给谁呢？主要是出口给日本。从哪儿进口呢？第一也是美国。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啊，台湾省从大陆进蔬菜的量，过去20年是飞速提升的，目前已经达到了每年9万吨左右，仅次于美国。这里头包括花椰菜、豆角、番茄、各种蘑菇等等。有一个很直观的对比啊，2019年台湾省从美国进口蔬菜的量占比是26%，金额占比是33%，贵；而从大陆购买的蔬菜的量占比是15%，金额占比是12%。要知道，中国大陆的蔬菜产量占到全球1半以上了，出口这9万吨啥概念呢？大陆每年蔬菜的总产量是8亿吨，娃如果要回家吃饭，那不就是添双筷子吗？多大点事儿。但是你要非买贵的不买对的，
没辙。最后是水果，本来呢，这似乎是台湾省农业最亮眼的部分啊，它也确实是占到了台湾省农业总产值的接近40%。但是其实呢，台湾水果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是日渐下滑的。目前呢，台湾省水果的进口量也达到了出口量的10倍以上，一样是高度依赖进口。之前呢，台湾省的一些精致高端的热带水果是有过机会的。从2005年开始，大陆对台湾省水果就一直采取的是零关税措施，但是台湾省小果农生产模式缺乏品牌化，自然灾害又频发，导致水果品质不稳定，反正等等因素吧。台湾的水果除了贵，没有打出来什么多大的名堂。接下来的故事是菠萝、芒果、荔枝这些水果，大陆的几个南方省份种得风生水起，东南亚国家惦记着中国大市场又虎视眈眈，直到去年9月，因为自己太作，大陆也取消了对台34项农产品零关税政策。Game over。综上简单总结，台湾省农业资源禀赋，优点不突出，缺点很明显，主要农产品都高度依赖进口，饭碗很脆弱，且就喜欢当冤大头。昔日曾经拿得出手的特色农业产业也显得越来越亮点不足。不管民进党当局说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改变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孩子再不听话，只要你回家来，妈妈还是会给你做好吃的，管饱。